你知道要有多强才能成为全美年度最佳周警吗？一代传奇人物雅各布·伯德截停无数却从未入围，不败战神马修斯出场至今未尝败绩，也不曾提名。那这位名叫斯宾塞·莫里斯的阿 Sir 究竟完成了什么成就，得到了这2位大佬都不曾获得过的奖项呢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 Sir 斯宾塞·莫里斯接到了总裁调度，2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老哥完成越狱，正途经阿肯色州逃往田纳西州。现在在2州的交界处，西蒙菲斯发现了2人的踪迹。作为离得最近的州警，莫里斯被指派立刻赶往现场截停，务必要将这2位老哥留在阿肯色州。虽然是临危受命，但阿 Sir 仍旧快速赶往总裁标记的地点，完全没想到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家伙。此刻的莫里斯有些迷茫，因为根据总裁所说，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灰色轿车，没有具体的车型和车牌信息，就连地点也只能确定是在这条路上。这天上本就下着雨，灰蒙蒙的一片，阿 Sir 看谁都像老哥，所以他的车速不敢过快，以免错过。可尴尬的点在于，这条路的前方就是自由之桥，如果车速过慢，就会放任2位老哥去到田纳西州。以田纳西州阿 Sir 的追捕速度，届时只怕2位老哥会彻底获得自由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当确定前方没有灰色车辆时，阿 Sir 的车速明显有所增加，但随之映入眼帘的却是自由之桥。难道因为追击的速度太慢，任务失败了吗？不，因为这一次的情况十分严峻，所以局长特批莫里斯能跨州执法，但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不要给阿肯色州丢脸。所以今天咱们能够看到一起罕见的 ASP 在田纳西州执法的视频，看看自由之桥的尽头是什么模样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阿 Sir 的座驾。阿 Sir 所驾驶的是一辆道奇充电器，这辆车搭载 5.7 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70，100公里提速仅需 5.6秒。此时阿 Sir 还在继续追踪，局长已经先一步和田纳西州的墨菲斯警察局打好了招呼，而当地的局长也派出了阿 Sir 前来支援，现在正在去往和莫里斯会合的路上。这2个州联合行动属实罕见，也侧面反映出了这2位老哥犯的事情是真不小。可现在的关键点是连老哥的人都找不着。当阿 Sir 已经完全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走时，余光瞟到的这辆车让他立刻起了疑心。灰色轿车没有车牌，保险杠还破损，想必这辆车坐的极有可能就是2位老哥。冲过头的阿 Sir 连忙靠边停下，想将2位老哥放置前方，以方便跟踪和贴贴。可没想到，这看似平常的举动，差点将自己送走。侧面扫了一梭子不过瘾，老哥居然还回头补了几枪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这老哥的火力居然如此凶猛，吓得阿 Sir 立刻呼叫队友。仔细回看，老哥的这一梭子明显已经打进了阿 Sir 的驾驶舱里，回头的这几枪更是直接穿过前挡，击中了阿 Sir 的胸口。来之前也没人说这2位老哥有家伙呀，听这个声音，至少还是一把 AK。而开完枪之后，前方的老哥并没有立刻离去，看样子还想补刀将阿 Sir 直接送走。而这时，阿 Sir 已经拿上了扶手箱旁的 AR-15步枪，一边加速靠近老哥，一边忍着胸口的剧痛将子弹上膛。好家伙，这是一点都不打算惯着。这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战力表。好，居然是小黄鸡，懂的都懂。话音未落，阿 Sir 便开始了反击，一边控制方向，一边朝着老哥连续开了多枪。好家伙，前方在弹道处的 NPC 直呼活跌，阿 Sir 的这一梭子更是打着老哥丢盔弃甲，直接把装备扔在了路边。但此时肾上腺素拉满的阿 Sir 并没有注意，他满眼都是前方准备停车的老哥。当队友赶来时，莫里斯已经下车和2位老哥开始了对峙。虽然胸口中枪，但他身穿2级防弹衣，规避了绝大部分的伤害。此刻的他站得笔直，死死地盯着前方的老哥，宛如战神一般，仿佛只要稍有动静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瞧瞧这支援的队友才刚走过来，腿就软了。真该试试妙界 F2 膝盖按摩仪，每天热敷加按摩，体贴舒适感拉满。阿 Sir 我要打报告，妙界热敷面积做了大升级，内侧用的银离子面料，锁温效果特别到位，再配上草本爱绒包，烘暖膝盖又暖心，驱寒祛湿，用下来真值5星。我平时运动完戴上就爱开个高频按摩，手法嘎嘎准，跟老师傅一样，揉捏捶打，疏通经络，护膝同时减少损伤，膝盖酸痛立马刹住车。不光我年轻，久坐久站需要按，爸妈年纪大了更得背着用，拖到关节坏进手术
术室就麻烦了，日常养护真得趁早。要借5档热敷、6档按摩，膝盖、手臂、肩膀都能用，贴合设计，带着不耽误活动。一家人的日常养护它全包，还有大屏数显、语音播报，长辈拿到手不用教。趁年货节抓紧领券，底价到手送运险，保价1年，质保售后都靠谱。礼盒包装自用送礼，抓紧入。现在的局面比较尴尬，老哥不肯下车，阿 Sir 们不敢靠近，而更为重要的，这里是田纳西州的地界，在这边阿 Sir 的执法权限大幅度削弱，根本就不让开枪，所以两人选择暂时撤退，等田纳西州的阿 Sir 来支援。几分钟之前就说在路上了，应该会来得很快。几分钟之后，阿肯色州的队友都已经赶到，可田纳西州孟菲斯的阿 Sir 仍在赶来的路上，因为规则不允许，加上2位老哥手上有家伙，所以虽然来的人不少，但局面却陷入了僵持。局长让孟菲斯派出一辆装甲车来，尽可能的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好家伙，这也就是在田纳西州了，像昨天那般，在阿肯色州直接拿着枪就突了上去，连盾牌都不带要的。随着时间这么1分1秒的过去，没等来装甲车，阿 Sir 们倒是等来了暴风雨。为了避免老哥趁乱开溜，局长下令让莫里斯打爆了老哥的轮胎。说完不到2秒，莫里斯仅用1枪便击穿了老哥的轮胎，就是俊。做完了这一切，也不怕老哥开溜，只等装甲车来拿下2人即可。只不过这一等就是整整50分钟。天上的雨是停了下了停，孟菲斯的装甲车才终于姗姗来迟。ASP 的阿 Sir 总算完成了交接任务，就这效率，难怪孟菲斯的犯罪率常年居高不下，在超过3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中位居首位。回头想想，怪不得在阿肯色州犯了事儿就往自由之桥跑，他们是真抓不到也抓不过来。等到防弹装甲车查完老哥这辆车之后，发现车里的2位老哥早就已经饮恨西北，身上多处致命枪伤。好家伙，没有想到阿 Sir 在中枪却没有队友支援的情况下，一边开车一边单手连开12枪，居然还能多次击中100米开外的移动靶，在看不见人的情况下将主副驾的2位老哥全部送走。这阿 Sir 莫不是有个外号叫顺溜？而正是这一波神级操作，莫里斯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专业的素养，让他力压另外3位入围者，获得了全国年度州警。而阿肯色州上一次获得这个奖项还是在1997年，可见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之高。至此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